曾怀疑感伤，还是遇见真的心，用爱一起分享。别害怕去梦想 ，Never give up 向前闯。世界上没失败，除非你认输投降。别害怕去梦想，倾听内心的愿望。就算碰到阻挡，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。现在就要出发，未来才能抵达。汗水和眼泪在飞扬，你努力的模样多么漂亮。带着勇气前往，拒绝半途返航。执着是我们的信仰，要用好的倔强，朝远方飞翔。起立，全摇转。人生无常，把握当下，缩小自己，成就别人。凡事用心，脚踏实地，知足感恩，善解人意，肯定人性，自我管理，欣赏生命，活出意义。同学们都请坐。听完曾老师这封语重心长的信之后，我想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。现在，同学谁有话想说？安芳，对不起，我是因为嫉妒你人缘那么好才会这样做的，请你原谅我。是我该说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安芳，小玉，你们不要哭了啦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不要再哭了啦。你跟我们老师讲说，我会带领班上干部把工作做好，直到老师回来。请你跟我们老师讲说，一定要原谅我们。我很开心，我们班没有因为这次的事情沉船，反而变得更团结了。不过这次的事情我也反省很多，可能就像雅萍说的。我的确是忽略了小玉，才会让她累积的情绪在这个事件当中以这么扭曲的方式爆发出来。青春期女孩子的心思确实比较细腻敏感，她们就像是一朵朵含苞待放的小花，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想法，也很容易受到伤害。一方面很有青春的生命力，另外一方面却又很脆弱。这个苦闷的阶段，我们都走过啊。翠芳，你插花不但越来越得到美玉师姐的真传，也越来越有心得喽，领悟到的道理还真不少呢。多谢夸奖，这还不是你说的要做中学。身为一个种花养花的老师，我们要学的事情可多着呢。如果把班级比喻成一个花园，那我们就是那个拔草施肥的园丁，一定要持之以恒的去做，才能等到花开的那一天啊。玉珍老师、志芳老师，我们都准备好了哦。好，我们下去吧，看看海威分享大家准备的怎么样。好，走吧。
说来，阿梅的眼睛是不可能好了。哎啦，个治疗哦都超过半年了没？今天哦，医生也有讲啊，佢讲哦，按照以来哦，还没传冇进步啦，再继续治疗哦，也不会好的啦。你们妈妈以为啊自己会好，所以都抱着希望走过来。现在怎么办？哎呀，阿爸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也要把真相告诉阿梅啊。事到如今，所有的努力也都做过了，总不能一直骗阿梅啊，这样太残忍了。是啦，就算哦我们都不说，妈自己也很清楚啊。我想讲吼，去考印度啦，其实吼，安静跟因，谁可以骗得过他？我是担心你妈受不了这个打击。你们谁去跟你妈说清楚？妈，有件事我想要跟你说。嘛个事情啊，我眼睛的事情呢？是啊。今天早上在医院啊，阿亮跟医生讲完话以后啊，跟我讲话就怪怪的，爱死地啦，我就知道了嘞。半年多了，习惯看不到啊，你怕啦？他们是怕我怎样啊，都不敢来跟我说，一有事情就叫你来说。妈，不是这样啦，他们怕你难过，又怕一集会说错话，他们觉得我比较会说话，所以派我来跟你讲啊。看不到就看不到呗，哈，反正我都不识字呗，书和报纸本来就不看，电视、收音机用听的就好嘞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啊，电视讲什么，还有新闻里有么个事情啊，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，跟以前差没有很多啦。妈，你能这样想，我们就放心了。看不到也好啦，我可以只记得你们年轻的样子，还有我孙啊小时候可爱的样子。我也不用知道自己现在变得有多老。阿牛不是也好？对，对。正广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妈妈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了，可是她的心眼反而开了。是啊，我们顾忌了那么多，结果反而是妈自己先想开了。我想，她会这么说，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不希望我们太难过，或太为她担心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我都觉得妈变得好慈悲，也好有智慧哦。那是因为有一部分也是你的功劳啊。我的功劳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接触了慈济，不知不觉用了很多的方法，慢慢影响和改变了妈呀。不是我会用方法，是上人的法好用，而且妈聪明得不得了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以前我教阿卡、阿伟、小菩萨好画集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妈记得比他们还要快，甚至还拿来教邻居的小朋友呢。对啊，妈的记性真是一流。以前她一个人起那么多会，那么多人名，每一笔账她都记得清清楚楚的，真是让人佩服。只是妈可能现在会越来越依赖爸，我担心爸他会不会……今天在房间你跟妈讲话，我跟二哥有讨论这个问题，爸听见了也没说什么，他只说我不照顾他，谁照顾他呀？
爸有这样的心意当然很好，可是我们做晚辈的也应该要善尽为人子女的责任啊。那当然，我会尽快请大哥召开一次家族会议，毕竟这是一条长远的路。以前妈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们兄弟姐妹承担了这么多，以后的路就由我们做晚辈的继续牵着他走下去吧。是啊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，牵手一辈子。小玉，老师要跟你说，我很佩服你的勇敢。我勇敢？是啊，那天国文课，当国文老师念完信，你那么快就去跟爱芳道歉，承认错误，这不是很勇敢吗？老师知道，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才做得到的。这件事也让全班同学重新认识了你啊！认识了我这么不好的一面？不是，正好相反，大家才认识到，原来小玉是一个这么勇于面对自己的女生，也才认识到，平常你虽然话不多，可是内心却有丰富细腻的情感。会吗？当然啦，难道你没有发现？经过这次事情之后，有越来越多同学喜欢主动找你说话，也主动找你一起做事，再也没有人会忽略你了。就像老师说的，长在墙角的小雏菊也是需要阳光的。老师相信你心里的阳光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明亮。让我们一起加油，好吗？快点！哎，各位，下星期就要放暑假，这次我们最后一次整理花圃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有始有终。当然要好好照顾啊！等到升上3年级，这里就是我们3年14班的花圃了。小玉，我们一起种好不好？好啊！哎呦，我来啦！我力气比较大。哎，我觉得我们暑假应该要轮流来照顾耶。万一把这些花晒焦了，我们不是白忙一场了吗？哎，有道理耶。那等一下进教室，我们就来排轮班表啊。好主意耶，我赞成。我也赞成。我也是。而且我建议要两个人一组比较好。好啊。暑假终于来了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，我们这些种花种树的园丁，终于要踏上两岸素质人文交流的旅程了。把善的种子带到更远的地方去散播，去耕耘。先上车。出发喽！在这段旅程中，除了友谊的交流和近似语教学的分享，一路上的所见所思，也都成为了我跟老师们的生命养分，激励着我们继续走在全人教育的路上。回到台湾以后，面对新学期的开始，一个更大的挑战，却也在等着我。假子，你居然打老师！是比我们，不要太冲了！老师，他不会打老师！老师你，他不会打老师！别动他！他不会打老师！各位老师。你们手上这份学生的资料呢？光国三呐，就换了好几所学校，现在18岁，并且极有可能有黑社会背景。这样的一个学生呢，本年度将要在本校就学，跟大家共同学习、
共同成长。希望大家呢，本着守望相助的精神，并且做好防范未然的工作啊。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学生吗？难道他没有其他学校可以去？能推的话，学校当然推啊。但是这个学生呢是被裁定强制转学，我们不可能不接受啊。哎，这个年头啊，老师真难当啊，不但要卖知识，还要卖命啊。各位老师，就请你们帮帮忙嘛，看看这个学生哪一个班级可以收嘛。郭老师，学校的老师你最资深，你看是不是？主任，我都这把年纪了，没几个月就要退休了。如果你现在把学生交给我，我带不了他多久，岂不是对不起人家？沈老师，主任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个性，我一向要求严格。如果把他转给我，只怕不到1天的时间，哦不，可能只1堂课，不是我重伤住院，就是他被记过开除，这样对学生、对学校实在是没什么好处。哎，有时候啊，有问题的学生呐，让他早走啊，也是一种方式哦。那于真老师，这个学生真的有这么可怕吗？单凭我们手中的资料就要把他妖魔化？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妖魔化不妖魔化的问题嘛。但是这个学生呢，这份资料看来真的做得太过分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该积极的思考，要怎么把他赶出学校吗？我们甚至都还不认识他耶。学生当然有受教权了，但是要走要留，也要看是什么样的老师带呀。郑老师，我看像这样的学生，需要的就是你这种慈济有爱心的老师吧？没错，我是没有说不的权利，尤其是当你们都要放弃他的时候。好，上来把空格填满。老师，我写好了。很好，全部答对，回去坐下。谢老师。我是不是应该要告诉大家那个新同学要来的事情，好让他们早点有心理准备？各位同学，我必须要告诉你们一件事。你的学生他们怎么说啊？这些孩子经历过一些事情，相对的包容性也比较大。可是我相信，他们现在沉默不一定代表都没有问题，所以我就静观其变，见招拆招喽。这个学生，你真的要带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次这个学生的状况跟你以往教的学生不一样，他是重伤害罪被判保护管束，在社会上也有很多这种暴力倾向的人，大家都敬而远之。敬而远之？再说，那个老师怎么可以这样？自己不愿意接就算了，还推给你，我觉得这根本是赶鸭子上架嘛。我不在乎别人的用意跟眼光，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。一个孩子一辈子能遇上几个老师，而这几个人的言行观念，轻易的就会影响他的一生。我在乎的是这个。但是我现在满脑子想到的，都是那个被他打进医院的老师，哎。那是我们看到事情的表象，所有的原貌又是怎么样呢？孩子打老师的确是不应该，可是我想了解的是，他为什么要动手？如果我们不去找出他心里的结，他今天打了 A， 改天他又要打谁？所以，侠女又豁出去了。侠女只是在尽一个做老师的本分而已，找到问题，解决问题。
这个我了解，但是你要小心。我知道你是关心我，但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的。哎，再说我长得应该不丑吧？看起来不会太欠揍吧？是，谁敢说我老婆丑啊？我就跟他拼了！哎，谢绝暴力哦！我知道了。你说嘛，暴力不应该进入校园的啊。是，我了解。孩子应该受到安全的保护嘛。喂，找哪位？老师，你说对不对？玉珍老师电话中哦。这您不用担心。我请他晚点给你回电话。好的，再见。郑老师，刚才有一通女学生家长。不好意思。喂，曾玉珍，嗨，丽萍妈妈，你放心，这位新转来的学生不会有问题的。喂，你好，我找玉珍老师。哦，他在电话中哦。我知道。可是老师，你一定要收这个学生吗？玉珍老师电话中有什么事可以帮我们总要给他机会吧？是的，是我在开会的时候说的。不会啦，请您不用担心。喂。找玉珍老师哦，他现在电话中。我知道，可是每个孩子都是平等的，我认为他们都有受教育的权利。玉珍老师，怎么可以因为一个这样子的孩子，就要牺牲其他的学生呢？保护孩子吗？那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学生哎，为什么还要教？真的很担心。我考虑，难道要为一个孩子转学，牺牲其他孩子的权利吗？或许你们会想问，为什么要接受他？但是老师也想问，为什么不接受他？很多同学的家长对于这位即将转来的同学很不放心，很不友善，也很不欢迎。但是老师必须要说的是，接受这个学生不是为了老师，也不是为了你们的家长，而是为了你们。我说过，他跟你们不一样，是个特别的学生。但是哪里不一样呢？第一，他大你们3岁；第二，他曾经犯过某些错，你们也曾经犯过错，也为了犯的错流过泪、道过歉。可是他犯的错不一样，是那种大人社会中所无法原谅的错。那为什么老师说是因为我们，他才会转到我们班上来？因为你们在学校不可能遇见像他这样的人，但是在未来，不管是5年内还是10年内，你们一定都会出社会，在社会上就不可避免的会遇见更多像他这样的人。你要怎么跟他相处呢？就是不要逃避，还要把它美化叫做成敬而远之。这个就是老师特地为你们安排的课题。既然有缘遇上了，何不好好学习呢？老师一直相信，那就是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你们一直自诩是全校最好的班级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，你们的好究竟只是分数的好，还是真的够好？好到可以让一个误入歧途的学生迷途知返。让我们一起张开双臂来接纳他，好吗？好。曾玉珍老师，听到广播，请到校长室来。安分守己，当个老师就好了嘛，太用力会受伤的。报告。进来。
曾老师，来，科长，你的学生啊，肖文凯来向你报道了。是。肖文凯。我就把他交给你了。是。肖同学，你就跟你的导师啊，曾玉珍老师一起去上课吧。肖文凯，退出校长室之前，请向校长行礼。校长，不好意思。Good morning, students. Sit down, please. 今天我们班有一位新同学，这个就是他的名字，让我们大家掌声欢迎他。你的座位在那边，麻烦请先脱鞋。大家以后要好好相处。新同学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，大家要主动的帮他了解新环境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现在把课本拿出来，大家开始上课。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句 ，What's wrong with you？ 你现在怎么了？他问的是现在，所以你在句子里面看不到任何一个过去式的动词。哎，肖文凯，你要去哪里？现在打好时间呢。你们看，这不是我们写给肖文凯的卡片吗？他居然把它丢到垃圾桶，哎！老师，当初是我发起写卡片欢迎肖文凯的，他居然把它丢到垃圾桶，这样让大家很受伤，哎！对啊，而且刚刚扫地时间了，我叫他，他不理，还瞪我一眼，害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怎么啦？怎么卡片看一看又叹气了？是小朋友的错字太多，还是跟我一样，言不及义，文笔又太差？如果是国文程度的问题，那还好解决。糗的是，我看见孩子心里的伤口，却不晓得要从哪里补起。那还不简单，哪里破就补哪里啊！看是要用针线缝呢，还是要用订书机订都可以啊。事情要是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喽。老婆，我知道你呢，永远都会为了学生的事情在思考。我呢，也对你非常有信心，因为你不会让自己烦恼太久。事情再复杂，你也有办法让它简单化。所以，我就祝福你一切顺利。哼，药拿来吧。你怎么知道我要你吃药？谁不知道你刚刚废话连篇，就是要我注意身体，按时吃药。你哦，从我认识你到现在都是一样啦，永远就是废话连篇，言不及义的。
我这叫做从一而终。你那叫做本性难移。好啦，看你笑我就开心了。反正我的言不及义、鬼话连篇，你都可以抓到重点了。那学生心里的洞，我相信你早晚一定可以想到办法对症下药的。现在呢，就安安心心先享受一下我亲手切的水果，好好的休息一下，好吗？说真的，我还蛮想听听看你的声音。不过，在你愿意开口之前，老师希望你心里面有什么事情想要跟我说，都可以写在这本联络簿里面。看来你的功夫蛮高的哦。一般人常常说要争这一口气，其实啊，真正有功夫的人是把这口气给咽下去。你现在不说不争，就是在咽这口气。很多人啊，仗着一张嘴，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可是你却能克制自己，不说话就是不说话。老师真的很欣赏你哦，因为呢，你的忍耐力跟自制力都优于常人哦。来吧，跟老师分享一下你的武功秘籍，让老师认识你。够了没啊？又没什么事，你干嘛要这样啊？阿信，什么联络本写心事，这样子就想要收买人心哦？我就不相信他真的希望你去他们班上。你管他的哦，反正我都当了哑巴，不说话不就没事了？他现在就是用这招逼你讲话嘛。叶老师告诉我，那个老师是不是很机车？如果像之前那个的话，绝对带人冲过去。我是什么背景啊？还需要你保护我？你忘了上次那老师那样子整我，自己还不是死得很难看？我看我那一拳啊，也够他受的。他难受，你就好过吗？别人不知道，你以为我就不了解你啊？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喜欢动手的人啊！要不是那个老师气人太深，你怎么可能这样啊？结果搞到最后，受伤最重的人根本就是你，只是他是外伤，你是心里的伤。他不会当老师，是逼我的，不要太冲了！打死啊！他不会当老师，既然当老师，我告你！是逼我的！拜托，你是偶像剧看太多了是不是啊？讲了什么恶心的话？我看你干脆就不要去什么学校了嘛，反正那也不是什么好地方啊。你看我现在没有读书，过得开开心心的，不是很好吗？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那有什么好啰嗦的？哟，你新买的？对啊，这是我们店里的新款式，可不可爱？可不可爱？
老师在表扬向文凯的时候吗？我看他好像很害羞哎，跟之前的感觉差好多哦。是哦，他之前是给你什么样的感觉？很凶啊，也很不友善。对啊，看他那样子，我都不敢跟他讲话。咦，你在笑什么啊？我只是在想，这些感觉应该跟你们当初看我一样，差不了多少，甚至对我的评语还多了骄傲和自私吧。说的也是，当初小玉也是看我很不顺眼啊。对啊，大家都一样吧，一定也觉得我很孤僻，很阴暗。还有说我像背后灵。哎，你记恨记到现在哦？没有啦，我只是觉得很奇妙啊。原本互相敌对了我们，现在竟然一起种花浇水，哎，这实在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对啊，我们因为不了解，所以敌对；因为了解，所以团结和谐。现在萧文凯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，因为陌生，所以跟我们有距离。我觉得我们有责任要帮助他，让他能够走入3年14班，真正成为我们3年14班的同学。你们说对不对？继续工作吧。郭老师的事情你做得很棒 ，You are a hero。只不过大叫几声，这样有人当英雄啊 Come on， 遇见事情要临危不乱是很不容易的事哎，能够帮助别人一点一滴都能够有大用。文凯，老师要跟你说，你真的很棒哦。怎么样？来了3天，还习惯吧？还好啊。可是我看你下课的时候都在位子上，哎，你不起来动一动，不会难过？这样比较没事，对大家都好。是吗？可是我不好哎。只要是我的学生，上课我会希望你专心的听讲，下了课我也会希望你起来走一走，动一动，不管你是要打拳还是翻跟斗都好。在我的班上就要很快乐，快乐的学习，快乐的玩。你这样不合格，我会很不爽的。不爽？嗯哼。好啦，我说完了我的规定，现在换你告诉我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？难道你不想问我的过去吗？我只想知道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。说呀。好，我是有一件事情没办法解决。什么事？我烟瘾很大，一天最少要半包烟，不然就很难过。只要你能让我抽烟，我就有精神。是哦。让我看一下你的手。看一下嘛。那半包烟是几支啊？一包烟是20支，半包烟就是10支。那一支烟要抽多久才抽得完？至少5分钟。所以你一天至少要抽10支烟以上，加起来的时间，哇，要超过1个小时啊！哼，我知道，你是要我戒烟吧？戒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戒烟是需要很大的决心跟毅力的，你有没有那个毅力，还有待观察呢。但是首先，我要你带1瓶古龙水来。古龙水？没错，
我的英文课每天至少2堂，所以你有2段的空档时间可以用。但前提是，我要你把烟量降为4支，这样我就准你在每堂课我上课之后晚5分钟进教室。你可以先在厕所里面躲起来，等到厕所里面没有人的时候，你再抽烟。抽完以后，拿古龙水起来喷一喷，去除味道。这样可以吧？有问题哦？没有。OK。但是你不可以影响别人，因为这里是学校，学校规定哪里都不可以抽烟。如果你被抓到的话，我会用校规来处理，你懂吗？懂。还有问题吗？问题就是，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不信啊？你不信可以试试看啊。算一张。我们决定再接再厉，这次请老师一起写，让肖文凯知道我们是真的欢迎他的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依依说，我们有责任要去帮助他，让他真正成为3.44班的同学。而且当初老师都愿意为我们保留一个机会，我也曾经从那个机会走过，所以我想要让肖文凯也有那种幸福感。幸福感？对啊，就像老师今天写给我们的静思语，能助人者常感心满意足。所以我想由我自己重新开始，借由这次的欢迎卡片，让文凯开心的笑。好。给亲爱的文凯，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灰蒙蒙、气冷冷的时候，只要能将最终的目标定住，就能像冬天的太阳一样，感觉很温暖。欢迎你来到3.14班，祝福你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阳光。简明静，你可以帮我写卡片给肖文凯吗？我不想写。我们一起欢迎他嘛，大家都可以写啊。你是班长，你先写嘛，好不好？我就不想写啊，给其他同学写啊。拜托啦，老师都写了，好不好？1行就好了，我们一起欢迎他嘛。就说我不想写啊，不要叫我写。不要了，等一下，你看老师今天写的静思语，能助能者，常感心满意足。肖文凯，你以前在以前的学校做过什么我都不管，可是在本校你所做的一切我都在看哦。等一下，欢迎来到我们班。以后我的东西你不要乱丢，不然我会不高兴。你以为学校老师同学都会接纳你吗？就像你妈，可是后来呢，她根本就不要你，把你校垃圾也踢开。郑老师，对学生除了功课，请你不要太用力。你以为我们真的能教得了他们什么吗？你介入越多啊，只会加深无力感罢了。刚才的那个物件，班长，李警察，不要儿戏，卖脑爬了，我急害你。你会不会觉得老师给肖文凯很多特权？你看，他可以晚进教室，又可以不用去朝会，是有那么好的事？郑老师，你们班今天有怎么样吗？什么事啊？我们班今天被偷啦，就在朝会的时候。朝会的时候，知道是谁吗？要查也得一层一层过滤啊，难呐。我知道对你来说，这世界有一点